好，伊朗的戰火我們看到還沒有真正的熄滅，但是呢，下一個打擊的目標是不是川普鎖定的就是古巴呢？今天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在古巴這邊，其實呢，當地人民相當的苦哦，因為在當地局勢正在快速的惡化當中，當地的人民遭受了什麼樣子的浩劫呢？現在沒有能源可以用，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在當地哦，晚上幾乎白天也都是全國大停電的，所以民眾非常的氣哦，全部走上街頭去做抗議了。首都的部分，甚至是哈瓦那這裡。許多民眾都說，我們這個停電啊，每天可能會長達20到22個小時。什麼時候把電力給開起來，成為當地民眾現在每天都在問的一個問題。但是古巴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我們看到過去3個月，因為呢，美國不斷的加強在古巴這邊的能源封鎖，而且還不斷的禁止古巴取得各種的能源，甚至是石油的供應。任何外部的國家要對於古巴有所援助，也都會全部把它給切斷。所以我們看到了，目前呢，古巴的柴油跟燃油幾乎都已經耗盡完了，整個電網瀕臨在崩潰的邊緣。好，美國動手去制裁古巴，這時候盧比歐就說了，只要呢，古巴你願意配合領導階層去換人，那麼我們美國還是可以給你幫助的。這個援助金額高達了1億美元的援助，被說這也太諷刺了。當初就是你美國祭出的制裁，現在又說要做古巴的援助。那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上志哥怎麼看了這個盧比歐的這一席話。也有人說呢，現在美國慣用的劇本就是複製當時針對於不管是委內瑞拉或者是伊朗，現在也要用在古巴的身上嗎？先制裁再封鎖，引爆了政治經濟上面的危機，再推翻內部的動亂，換這一些政權，是這樣子做嗎？那上志哥怎麼看？古巴现在面臨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能源，沒有能源，沒有油，沒有一切，所以它也沒有電。那能源作為美國最制裁的這個手段，因為非常非常的徹底哈，所以現在這一切就在這核心，沒有能源，民生什麼都受到了影響。那這也就是現在在國際間都認為說啊，你這個東西會把人家弄死哈，有人道的這個需求了。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我們就看到，在這個過程裡頭，其實就是因為有人道需求，所以我們看盧比歐突然為什麼給你1億美元？當然他的說法不是美國政府給你古巴政府錢，他是要透過天主教會做人道的部分給予。那會不會做？其實不知道。但是如果他按照教會來做的話，他就是民間有點收買人心哦。因為政府如果政府給你可能沒有感覺，可是如果教會給大家都会感覺背後是美國，所以你知道背後還是有一點策略在裡頭。不過你不得不說，在現在整個對古巴的封鎖，因為非常嚴厲，所以無論現在在古巴政府或美國政府都承認，現在古巴跟美國已經有進行對話的渠道了，其實是有在对話了。那只是說對話當中，大家還是很謹慎的、很緩慢的。那所以這裡頭，而且古巴其實也出現誠意，在4月的時候，他們放了包括好幾百人的這個政治犯哈，這個也就是說很多古巴人或者是美國人幫美國工作的過去的政治犯就放了，所以也是对於美國政府算是個誠意。但是最近其實比較重視的，因為是人道這件事情，比如說俄羅斯用人道的部分呢，就送了一個73萬桶油輪運進去送給古巴。那現在因為在加拿大跟也有這個北美貿易協定，所以包括加拿大、包括中國在內，其實也都有人道的船只運送醫療物資，跟包括一些剛剛講包括教會的這些民間的部分的物資。所以這樣子的捐輸對於古巴雖然沒有辦法說解決問題，但至少不是說到個絕望的地步。所以現在美國看起來，也就是說，你們這些外圍的給一些人道，對於這個古巴社會產生作用，也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對我來動搖你古巴的這個政權，也不一定。這說不定就盧比歐在打算的這個目的。好，我們看到美國兩面手法，一方面是針對古巴做出各種的制裁，那另外一方面又給人道上面的組織。那會不會真的美國真的下一步川普會對古巴動手？如果真的會的話，會用什麼樣子的手法？等一下請厲將軍來特別幫我們看。那我們也來看到目前呢，這個古巴 CNN 的透露，從今年2月份開始，美國開始針對了當地做一個情搜，所以大家才會說是不是下一個他就要動手？
針對古巴做軍事打擊了。我們來看到畫面上，包括了這一些武器有 P8的海神反潛機，還有電子偵察機、高空無人機，3個月內執行至少25次以上，而且都是距離古巴非常近的一個敏感區域。而且呢，這些軍機沒有關閉訊號，似乎就是要讓國際都看到說美國有這樣子的一個動作。美國學者也警告了說，川普未必接下來會做所謂的登陸戰，但是可能會採取類似對於伊朗的行動，做的就是遠端的軍事打擊，用空襲斬首癱瘓這些軍政設施，創造新的領導階層。而川普最近真的在拉美的動作非常的多，會不會有引發拉美的一個反對潮？這個也是接下來要持續關心的。到底美國會不會動手？酈將軍怎麼看？古巴跟委內瑞拉這2個國家可以說是唇齒相依那現在唇亡了，齒當然會寒。這委內瑞拉被這個美國收拾了，我想古巴絕對沒有好日子過，因為古巴主要的能源，它就原來都是靠委內瑞拉的。那現在委內瑞拉被美國吞掉了，它沒有能源的狀況之下那我覺得後續確實是岌岌可危。那第二個，我們想說，美國會不會對古巴動手？我覺得必然會動手，但是動手的目的是什麼呢？我認為動手的目的是為了川普替他期中選舉創造有利的選舉形勢，所以他必須要有一場勝利，而且是軍事上的勝利，然後這樣的話才能夠挽回他在伊朗的頹勢，挽回他在伊朗這場打不贏的戰爭在美國人的心目中他還想繼續當他的英雄。所以我認為這次美國對古巴的行動會採取就是以經濟制壓、以經濟施壓為一種開始然後以軍事打擊為手段，最後以推翻古巴的政權為他的這種軍事行動的目的。那他可能在軍事上可能採取的行動，我認為會是速戰速決了。因為如果說是現在他將古巴的老百姓利用能源这種政策，已經將古巴的老百姓壓迫到可以說是已經面臨到人道危機的情形來講的話，他可以用軍事行動很快可以速戰速決，達到他所要求的目的。但是關鍵在於說是，如果說你將古巴政權推翻之後，你怎麼樣建立一個新的政權？那這個新的政權會不会按照你美國的模式來生活？因為畢竟古巴它是共產的這種政權模式已經好幾十年了，那突然叫他們接受民主政治來講的話，我覺得並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我們看以前美國來講，在各個地方推行所謂的顏色革命，包括利比亞弄完以後，就那邊的老百姓生活是更糟糕不但沒有民主，反而扶植新的這種政權上來以後，更欺負老百姓。那第二個，我認為美國來講的話，這次因為你這種行動讓老百姓非常，現在老百姓痛恨的不是他們古巴政權，而是痛恨的是你美國，是你美国不把油給我們，讓我們沒有能源，讓我們面臨人道的危機，所以他恨的是美國。那你想想看，就算是美國將現在的這種領導階層推翻之後，他們會是什麼樣對待你美國的？我覺得心中只有更恨你美國，絕對不會說是哎呀，好像看到一個這種我們的救星來了，來解救我們的。所以我覺得美國想要用這種軍事手段來折服，讓別的國家來服從你，那是不可能的。必須要用王道的方式，而不是用這種霸道的方式，才能夠讓一個國家幸福。好，所以美國會不會動手？那又怎麼動手？酈將軍認為說，美國會為了這個期中選舉是有可能會動手的。那採用的就是速戰速決。同樣的問題，那張將軍又怎麼看？我認為美國會採取2個，第一個內部推翻嘛，因為他會採取委內瑞拉的模式，對，把馬杜羅希望你有沒有推翻，就沒推翻啊，那我美國出手把他抓了，就是斬首，就把他逮捕了，送到美國去送審，就類似這個狀況。因為委內瑞拉距離美國1800公里，隔了一個加勒比海，美國都會動手。這個古巴跟美國的佛羅里達半島就隔了一個最近80公里，最寬的地方也只不過240公里，中間的島嶼不要算，80公里那麼近呢，就在美國家門口所以他很拍面啊。那這樣子的話是對那個，而且古巴又窮，他的國民所得才1年7000塊美金，窮。第二個軍隊也薄弱，5萬個軍隊。那麼那個體量也小，這個它的總共的面積是11萬平方公里，是比台灣大，那人口才1100萬呢，人口也少，所以美國要對這個古巴動手，探囊取物，但是美國不要美國出手嘛，所以美國是2步走，第一步內部推翻，讓他的現在的國家主席
叫做迪亞斯卡內爾流亡海外，解決了就解決了。迪亞斯卡內爾就流亡海外去，就是內部推翻。不行的時候很簡單，美国就父子把这個迪亞斯卡內爾抓起來，就這樣子，這叫做斬首，也不要把你殺死。馬杜羅委內瑞拉的總統不是被抓到美國去，就好快哦。1個晚上就結束了啊，結束了。對啊，已經送到那個我們知道呢，Puerto Rico 美國的那個基地，然後一架專機就直接飛到紐約去了，離開了。那一個現在的那個代理總統，這個委內瑞拉的聽話得很，是不是？所以美國是有2步棋。